在《甄嬛传》中，有一位美貌仅次于华妃的丽嫔，这便是原著中特意提到过那位被一夜性3次的丽嫔。这愧是恩宠非常，那为何仅因为苏培盛的一句话，她就被撤去了绿头牌，彻底失宠呢？3点原因，请听我细细说来。首先是丽嫔自身的原因。丽嫔第一次正式出场是在给皇后的请安中，当时华妃以新茶旧茶讽刺皇后年老色衰。这是去年的龙井吧？娘娘还没喝完啊。旧时的茶，即使存放的再好，也有股子霉味儿。皇后也以华妃没有子嗣回击。宜妃多子，先帝爷当真宠爱。华妃听后心中不快，起身便直接走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臣妾先告退了。而丽嫔也在华妃离场后果断告退，还给曹贵人光明正大的使眼色。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丽嫔与曹贵人不同。曹贵人在接收到丽嫔的眼神后，并没有当即离开，而是等待六宫嫔妃一起离场。那么丽嫔呢？她直接跟随华妃离场，这便可以看出丽嫔的愚蠢以及不懂假装，并且自己走也就算了，还要如此明显的给曹贵人使眼色，俨然一副拉帮结派的小人嘴脸。毕竟虽然当时是华妃独大六宫，但是皇后毕竟是皇后，多少要顾及皇后的颜面，不要如此明显在后宫中隐藏自己的锋芒与感情，方为生存之道。虽然丽嫔并不知晓，那在这波诡云谲的深宫中，她又如何安稳生存呢？有这样的莽撞愚蠢的性格，丽嫔的下场其实十分显而易见。再便是丽嫔的家世，在原剧中并没有可明确的提及过她的家世，但是丽嫔是华妃一派，若丽嫔出身高门贵族，皇上不会允许她与华妃交好。因为华妃的哥哥年羹尧本就势大，皇上早有戒备之心，怎么可能会容许华妃在后宫中扩大势力？其实这早有暗示，比方说当年在王府中，一同出身将门世家的端妃与华妃交好，但是华妃被害以至于小产。那碗安胎药是你端给我的，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，我才信你2分。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，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。我们由此了解到，华妃一直把小产这事儿算在端妃头上，但这件事情的主谋其实另有其人。从皇上与太后的一次谈话中，我们便可以知道，当年年妃有孕，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，焉能不痛？当年的事，既然借了端妃的手，这就代表是皇上杀了华妃的孩子，而不是端妃。因为皇上不会允许华妃生下皇子，也不会允许华妃继续与端妃交好，所以他才会设计端妃去送那碗安胎药。这样一来，华妃的孩子没了，2个将门之女也成为了仇人。皇上真是好算计，所以如果丽嫔家世很高，皇上是断不会容许她与华妃亲近的。一个家世不高的嫔妃，没有母家的庇护，在深宫中的命运不得而知。其次就是皇上对丽嫔产生了不满。皇上第一次抱着甄嬛回到碎玉轩后，发现碎玉轩伺候的人很少。婉贵人做常在的时候，就你们几个人伺候着。是，臣妾需要静养，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奴才伺候。那也不像话。于是开始问话：谁是这宫里的长侍宫女和太监？槿汐紧接着答话：回禀皇上，奴婢崔槿汐是碎玉轩的长侍宫女。碎玉轩无首领太监，原本的首领太监康禄海2个月前被丽嫔娘娘叫了去当差了。皇上听了槿汐这一番话，便知丽嫔欺负过甄嬛。如今皇上与甄嬛浓情蜜意，自然见不得有人欺负甄嬛，那么他的心中便会对丽嫔产生不喜。当然，皇上对丽嫔不满，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皇上在得了甄嬛这个可心眼儿后，就想着向太后引荐甄嬛。什么时候皇额娘得空，儿子让婉贵人过来，您多调教调教她。但太后却似乎对甄嬛颇为不满，并没有接受皇上这个提议。这后宫里的女人啊，比花还多。那贵人呢，就像是开满了遍地的小花，到处都是。等她有了出息，熬到嫔位，哀家再见吧。
听了这话的皇上自然是十分疑惑，为何太后无端对甄嬛不满呢？那便只有一个原因，有人在太后跟前嚼舌根儿。那么这个人是谁？皇上的第一猜测就是华妃。于是皇上在离开太后寝宫的时候，便向在太后身边伺候的竹溪姑姑问起：孙姑姑，这2日皇额娘身子不好，华妃来探望过吗？竹溪姑姑可是宫中的老人了，自然懂得皇上的意思，听了之后便答话：华妃娘娘协理6宫不得空，起早皇后娘娘来看了太后，侍奉了汤药就走了。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，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。这一番话中提及了3个人，可谓是一石三鸟。一是华妃，竹溪说她未曾来过，皇上就会觉得华妃不敬太后，太后病了这么久都没来看望过太后。二是皇后，竹溪说她来过，但是侍奉完汤药便走了，这也就是在告诉皇上，皇后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这也树立起了皇后端庄贤惠的形象。最后便是丽嫔，竹溪姑姑的话无疑就是在暗示皇上一件事，那就是背后嚼舌根的其实是丽嫔。听了竹溪姑姑的话后，皇上自然懂了其中缘由。皇上95至尊，岂会容忍有人逆他的意？更何况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算计他心爱的甄嬛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对丽嫔的不满便到了顶点，已经不会再打算宠幸丽嫔。那么在皇上身边侍奉多年的苏培盛又怎会不知？当时竹溪答话时，苏培盛可就在边上，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。丽嫔，从这个表情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苏培盛听完竹溪的话后，该如何处理丽嫔，他心中已有思量。最后一个原因便是苏培盛对丽嫔其实也有不满。甄嬛得宠后，以前离开的太监康禄海便想重新回到她身边，于是便在御花园给甄嬛献殷勤。奴才听说小主晋封为贵人，一心想给小主请安问好，恰巧被丽嫔撞见，接着便说出了这样一番话：他呀，一心想攀高枝儿，朝三暮四。都说太监是没根儿的东西，一点心气儿都没有。从这番话便可以得知，丽嫔十分厌恶太监，自然也不会尊重太监。如今她不得宠时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之前得宠之时呢？那么同为太监的苏培盛肯定也不免被他羞辱过。之前得宠的于莺儿折磨苏培盛的徒弟小夏子，让他徒手剥核桃。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，你手烂了又算什么？在于莺儿失势后，苏培盛便让小夏子报仇，不把咱们太监当人，这会儿还不是落在太监的手里？小夏子在。之前师傅让你忍，这会儿别忍了。可见苏培盛一向有仇必报，也见不得旁人羞辱太监。丽嫔如此言行，苏培盛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如今有了机会，他自然不会手软。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，丽嫔失宠已经是必然的。于是，在皇上要挑选绿头牌时，苏培盛便会说出那句话：这丽嫔娘娘的牌子，这怎么都沾上灰了？拿回去重做一块。这2日啊，就别随着送来，让皇上翻牌子了。而这便是丽嫔失宠的整个过程。在深宫之中，不懂隐藏锋芒，就必然难以生存。丽嫔鲁莽愚蠢的性格，使得她失去圣心，其实是必然的。